来吧，新玩具又给大家整来了，机械入侵 C 套的这两款，目前还是一个样板阶段的东西，我们也是来看一下变形结构如何吧。先来看这款挖掘机，人形的高度在21.5公分左右，其实跟其他的几个成员的高度都是差不多的。头雕的造型其实跟我们印象当中那个挖掘机还是有几分相似的元素的啊。脑袋里边内置了电池，小枪后方这里有一个强地磁铁，对着脑袋吸一下。眼睛就可以发光了，整个的光学镜通透感还是不错的。点亮灯效以后，看着非常的漂亮。脖子球形关节来回的活动，胸口这一块有着很好看的一个银色涂装刻画，这里边的纹路也很清晰。胳膊平举，360度的旋转。二头肌独立的旋转，不过这个里边可以看到一些偷胶的窟窿。肘关节曲臂135度，手腕可以左右旋转，但是很可惜，这个系列都是这种洞手。小臂下方的空洞有一个独立的盖板遮挡，但是这一块也是会露着一些偷胶。背包的造型，一个挖钩折叠成了三角形支在这里，腰部360度左右的旋转没有问题。打开紫色的裤衩。腰部还可以跟这样左右的弯腰，这个是在合体时候的脚踝关节。胯部齿轮关节可以踢得很高，来回活动，定位感也很好。侧踢的话，这里的双关节稍微往出挪一点点，但是因为履带的造型限制，只能踢到45度左右。大腿根部左右有旋转，膝盖这个地方是双段关节，里边是一个大的合金筷子，作为一个挡肉的形式。当然，这个也是合体形态，作为一个美化的效果啊。这大合金筷子放这儿，看着还是挺爽的，很像穿了一条黑色的那种紧身裤，亮亮的还。脚踝左右可以旋转，接地的关节也是有的。那我们也是来看一下这一款简单的一个变形过程。首先把胳膊立起来，顺着小臂后方这里打开盖板，然后把手腕一起掰着往内90度折叠，接着手肘关节顺着后方这里旋转90度，贴平。然后我们打开背包这一块的驾驶舱位置，解锁开之后，你的腰部就可以往下弯折了。其实这个地方可以作为一个可动的关节使用，前提是你要解锁开它，把它往下翻折。在过程中，腰部旋转180度之后，90度折平，肚子的这一块整个的翻起来180度，脑袋就藏到了这个空间里边。挖钩拉开，两条手臂顺着这里的关节往后折叠，把它对齐，旋转过来。侧面这里会有一个卡槽，跟中间这里夹合。然后再顺着大臂的这个关节旋转90度过来，中间这里有连接的扣子，上方这里有插的地方，把它都定好，结合。这个时候就可以把银色的这块装饰面板反扣过来，遮住这个窟窿。下方这儿多出来的胸口关节，双关节拉开，立起来，然后顺着这个地方有一个旋转90度，再拉起来。往过拼接，再把这一块的驾驶舱往后翻，卡住。于是上半身我们就这样方方的把它变形完成了。此时翻到肚皮底下，这里有一个工字插口，顺着这个地方，我们把枪收纳进去。枪管往后90度折叠，隐藏在了挖机的腹部。来看双腿的变形也是很简单，脚踝直接往后折，拧过去。把这一块脚底呢，直接扣合在腿部的这个凹槽处，打开侧面的银色卡扣，顺着小腿下段的这一节旋转180度，再反扣一下，脚尖180度拐回来，最后胯部在结合的时候啊，齿轮关节往上旋转90度，同时根部有一个双段的关节，我们把它拉开，整个的把这个轴张开。双脚之间的扣子咬合，和后方这里的银色两个卡槽固定，前方两个黑色的边缘卡在绿色的零件外侧。那么好，这一款挖掘机我们就搞定了，还是很简单的一个操作过程啊，但是处理完成的效果确实还可以，很规整，并且没有什么太多露怯的地方，武器还能一体收纳。
拿起来还挺有分量的。再来看推土机，身形方面我觉得会比挖掘机稍微的好一些啊。枪里边也会有一块强力的磁铁，对着脑门吸一下，眼灯可以点亮。头雕方面来说，做的还挺帅的，挺好看啊。背包这里是斜放着的挖掘机驾驶舱，以及 P 帘子是中间的一个铲斗。头部同样球形关节，胳膊所有的关节也都是一样的，来回的旋转拧动，依旧是动动手，拳头下方这里露着2个头胶的窟窿，360度的腰部旋转。胯部依旧是齿轮关节，掰起来还挺爽的。侧踢也是因为这一块的造型卡住了，但是这款在大腿平转的时候要注意一些，外侧这里会有半个铲斗的边在这儿卡着。膝盖跟上一款一样，大合金的块儿，脚踝左右旋转接地没有问题。那这一款的变形其实也是大同小异啊，手臂同样的变形方式，折叠收纳。背包这里折开里边的卡扣。肚子从这里翻折180度，腰部旋转180度，顺着这一块打开扣点，90度折下来。哎，这个时候我们继续来回归手臂，折上来，旋转到位，找到中间对插的扣子，把这里锁上，90度往上翻，中间结合，咬住。然后上方的驾驶室 Z 字折叠摆过来，挂上，依旧掏出枪来，弓字接口插下去，枪管翻平。腿部变形，我们要先把这2块旋转立起来，再把这个铲子转出去。因为现在还在调试阶段嘛，所以这个地方是故意没有上螺丝的，可能这一块的调试还没有做好，等到大货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会固定起来的。接着下边的这块变形，就跟上一款是一样的了，反插对折起来，脚尖反折，打开这一块的连接。然后顺着这个地方旋转90度，再归上来。最后腿部放开边折叠边劈胯，全部折好，2个脚丫子中间的扣子结合，上边这里的2个对准，摆放整齐之后，顺着这一块的关节把它旋转上，前方的铲斗对插，扣子咬合。固定，最后一步不要忘，这里还隐藏了一个小烟囱。其实说起来，这2款的变形思路是差不多的，只是在细节上面的一些调整。但是最终完成的2个车型看着还是不错的。推土机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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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挖掘机这个上边的钩子还有铲斗，这里边也有关节可以活动。但是吧，因为变形的需要啊，这一块看起来有一个空槽。另外有一点很可惜，可能是为了考虑到最后合体的一体性吧，毕竟履带是要叠放起来的啊，所以呢，在下方并没有导轮，这2个都是无法推车的假履带的刻画。不过好在涂装和造型看起来还不错，那我们也是进入这一套的合体过程。首先来看挖掘机，我们先把这个铲斗旋转180度，接着顺着这个凹槽把它叠起来。哎，这个时候抠开下方这里的2个扣子，腿部左右要分开。这个时候我们要打开这一块紫色的零件，把整个的履带往前翻折。大脚板的变形，先把这一块脚尖翻到前方插住，再把这块银色的打开。侧面这里有一个小的板子，我们顺着这个轴把它立起来，再往前推。好。这个时候呢，顺着这个合金的零件，双关节折叠的时候，这里会对应2个扣子，把履带上方扣子结合咬在一起，然后把里边的枪取出来。接着我们掰开前方这里左右2侧的零件，中间的这块银色也腾开空间，把这个根部90度立起来。哎，现在腿部这里就完全的解锁开了。拧一拧，旋转个180度，腰部拧到正面来。这个时候就可以把中间这里所有的围住扣子咬合起来，履带上下叠放套在一起，中间这里通过紫色的大扣子再进行连接，完全的锁住。
脚尖前方这里对齐这儿的扣子也夹在一起。侧面这2片，刚才我们腾开空间的地方，旋转90度过来。注意看这里边的一个卡槽，还有旁边的一个横着的棍子，摆过来，贴合插住。另外一侧也是通过这个双关节的叠放，顺着这个卡槽插上。打开手臂的部分。现在我们看到这里有上下2个扣子。旋转一个90度，再立一个90度，摆成这个造型就可以了，不要扣合。另外的一边也是，把这个驾驶舱再扣上。那么一条腿的准备工作，我们现在就完成了。然后我们把这一块往下掰一掰，也是因为视模在调整，这个地方并没有上螺丝。大会的时候，这个调整好了，螺丝会紧上的。接着依旧是打开前方这块方块的锁边区域。好，掰开腿部中间连接的扣子，大枪从里边掏出来，放一边备用。顺着胯部的关节旋转180度，折叠到前方去。脚尖挪开，这块零件打开，把这个边缘翘起来，往这儿放。对折过来2个扣子，准备工作先放在这里。上方驾驶舱盖打开。2个手臂左右分开，旋转90度，再折90度，接着把这一块立起来，注意把这根部锁到位啊，掐死了它。然后翘起中间的这一片，挪开这些空间，我们把腰部拧个180度转到正面来。绿色的裤衩180度翻正，再把这些扣子全部结合，双关节搓一下，插死它。脚尖左右夹合，后边的这一块的就翻转一下吧，得捏着点儿，因为现在没有螺丝固定它。哎，我们立起来，转成这样。侧面这里依旧双关节错起来，通过这个扣子连接。最后也是把这一块驾驶舱锁上。前方铲斗中间的这一块呢，我们可以翘起来啊，旋转个180度，调成这样。注意看这个地方的工字口和前方的一个插栓，顺着这里边先把它插入。这里需要抱死结合的扣位有很多，前方叠放在一起的双洞，这一块的圆豆，还有下方这里的竖槽，都通过手臂内侧这里全部的往里塞。先把一面都扣结实了，这一面已经有4到5个卡位了，再把另一侧锁定挂满，一共加起来将近10几个扣子，所以这块的结合会非常的稳定。但是没有完，侧面这里还有一个 Z 字折叠的板子，拉起来，这里还有一个扣眼，把它再锁上，相当于给腿部塑了个形，让整体大腿到小腿连同膝盖位置的这个曲线过渡更加的自然好看。那这一条腿就相当稳定的锁在一起了。正好来对比一下，没有这一块有多大的影响啊？这个过渡看起来的曲线弧度很自然，而这一块呢，从大腿到膝盖的位置突然之间的缩窄，然后到了小腿这里又突然变方，所以这个在视觉上面就非常不好的一个过渡效果。然而呢，它用了一个很巧妙的 Z 字折叠板，还是有层次的这种，一节比一节宽一点的落下来。哎，变完了以后，这个腿部的曲线过渡就明显好看很多。最后我们也是掏出6个成员的武器，先把这2个结合在一起。之前我们也是研究了一下，应该是插在这里的。前方这里的握把呢，也有一个暗处的扣子连接，先夹住一面，插住，哎，这个时候再盖这一层。好，环环相扣的一个嵌合方式，6个成员的小枪就组合成了最后的大炮。手脚之间想要互换的话，它这个接口是不一样的。其实我挺期待这一套能不能出什么手脚结合互换的配件包啥的，那自然是更好不过了。不过目前看起来嘛，2条履带叠起来变成了这个大合体的脚丫子，其实
这个感觉并不算违和，甚至觉得这个设定似乎更加的合理。之前的 TFC 最早出大力神的时候，它是把履带叠放起来变成了小臂部分，那个当时也算是一体变形合体的一个开创者的先河了。所以 TFC 的大力神当时在业内也是轰动不小的，可以说是把漫画里边曾经描绘出来的履带变小臂的这个概念实体化演绎了出来，这个是非常伟大的一个过程。而这一套机械入侵的这套工程合体厉害就厉害在真零件完全一体变形，没有任何一个多余的配件是外挂上去的，全部都是变形出来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单体的每个成员变形难度都不高，甚至说连如今的一些小比例的复杂程度都没有，但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载具形态和人形的一个还原效果，并且腰部这个成员，我们概念中的脱斗也并没有出现体型特别夸张的现象。6个成员的尺寸也好了，身材比例也好，是相当匀称的。再加上所有的武器可以组成大枪，在单体形态下，载具里边还全部能隐藏收纳。每一个上面都有磁吸灯，加入了灯光效果。每一个身上还有大量的齿轮关节，以及各种分布下来的合金零件，支撑关节的强度，增加一些玩具的配重。其实一开始看上半身的时候，还会觉得手臂似乎有一点短了，但组合上双腿以后才发现，它的手臂其实并不算短，只是因为太粗了，所以看起来会显得很粗壮。所以一套合体金刚啊，最终还是要看它完全组合上去以后的最终完成效果。全部组合好以后，到头顶38公分左右，肩膀最高处43公分左右。其实如果把这套放在你的38合体金刚队伍里边，甚至如果你有 GT 的大力神，把他俩站一块，就像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一样。全身大量的齿轮关节让支撑的稳定性展现的还不错啊。不过因为上半身过重，胯部的齿轮关节似乎也有一些压力。不过最终完成的这个合体效果确实已经很帅了。另外看之前的评论，还有人说，你咋不说后腰这里露着一个脱斗的脑袋以及手臂没有隐藏呢？你跟他们有什么好解释的呢？对于一个单体不到200块的玩具，一套组合下来也就是1200块钱。这么大的一个合体金刚，完全一体变形，各种你想要的元素它都能给你的东西，你还在乎后腰上边的这个露着脑袋露着拳头，只能说但愿你们对海之宝的玩具要求也这么高吧。不过有啥说啥，不光是脱斗在后腰上面露着脑袋啊，2个脚丫子的成员在小腿肚子这里也会有2个窟窿，并没有完全的遮盖起来。哎，有窟窿，所以你露着3个窟窿，你这一套就是罪大恶极，就是完全不能忍受。所以最后呢，我们也是总结一下这一套机械入侵的工程合体部队。总价不超1200块，6个成员单体的售价每一个都不到200块钱。可以说这一套产品，如果你是一个变完圈的迷友，你会在他身上找到身上很多的满足点。但这套也会让你很不爽的感觉到手脚互换。对于一个喜欢变形金刚的人，这个是让强迫症多么难受的一个点。材质、用料、做工，之前我们也在说，这个手感摸起来很像当年的 MT 大力神，但尺寸是要比 MT 那套更大的，所以板件也会比那个稍显得厚一些。再加上危险部位都有大块的合金零件作为强度的支撑，一些关节上边也使用了 POM 的材质来增加它的强度以及耐磨性，各方面素质都还不错的一款原创玩具，价格定的也是非常亲民，很好的性价比。所以我个人来说还是非常喜欢这一套产品的。当然没有完美的东西，它背后就是露着3个窟窿，就是暴露着3个单体成员的脑袋，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你是选择忽略这些问题，还是揪着它吹毛求疵，这个就由玩家自行选择了。再把我之前很喜欢的这套超级战警王2个摆在一块看的话，哎呀，这个身材比例竟然还是如此的和谐。可以说这2套是我个人今年非常喜欢的2套产品，一个能让我怀念曾经我喜欢的变形金刚手感掰起来的感觉是多么的爽，一个也能让我满足于如今这个时代我对变形金刚这些玩具所有的幻想。虽然一个单体不能变形，另外的一个手脚互换了，和印象中的角色已经相差很多。虽然一个是低幼的儿童玩具，另一个背后露着3个单体的脑袋，但是刚好这2套都能戳到我心里边最痒痒的那块肉，所以我就是喜欢它们。那么得嘞，机械入侵这一套工程合体完结，撒花。